有些人是真的是看不到鬼的，可是听到别人的经历，被鬼压床或是被鬼上身，然后就会觉得这些无形是很可怕的，然后会来伤害别人的。我相信他们没有那么险。Salut， 我是 Zephyr。金桃姨，你会不会觉得最近的气氛有点奇怪？你知道7月5日是什么日子吗？就世界末日啊。所以你相信世界末日吗？我不相信人会全部死掉，但有可能是某种的末日，但我不太知道。所以我其实觉得身边有感受到很多人有一种集体的恐惧，然后这个恐惧已经慢慢的蔓延到很多人身上，就算没有发生末日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开始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又加上那个鬼月快要到了嘛，对，然后我身边的鬼月其实还没有到，因为今年是闰6月。对，可是还没有要到就已经感受到，我旁边有很多人都说他身体不舒服或感觉到精神很不好的时候，都会说他是不是被鬼上身了。会不会只是因为一直下雨啊？你是说你自己吗？对啊，下雨就很烦。所以你会有工作不顺的时候嘛，也会有身心压力很大的时候，对不对？对啊，难免的。那你是如何安抚自己的情绪？我可能会去看剧，然后洗澡对我来讲很有用，就有那种被洗干净的感觉。然后我还会去摸我们家的猫或狗，就他们的呼吸跟心跳，就会有效的安抚。难怪很多人喜欢去撸猫。对。然后我可能可以分享一下我可能做的一些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把你的双手先借给我。对，然后我会想要做一些穴道按摩啦。对，虽然不是很专业，但是平常会做的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心境比较安静下来，然后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焦躁。好，所以可以大家把双手借给我。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些比如说香精的啊，精油的东西，也可以一起来使用。对，那我其实蛮推荐一个叫做 Aveda 的那个醇香护理精华油。这没有业配齁。对，没有，我们也是希望你可以接到业配。对，但是那一款就是我觉得很适合我们的，因为它的那个香调就是那一种迷迭香的那一种很纯粹的那种香味。对，然后它其实是可以用在你的皮肤上面还有头皮上面都可以。所以我就会在双手擦一些像这样子的精华液，好，精华油。然后呢按你的百会穴，百会穴就是你的双手往上，从耳朵上去一直到头顶的这个地方，那个就集中在头顶的那个头顶中间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对，那我们在压那个百会穴的时候啊，通常我们可以施一点力气，然后它其实呢能够提升我们的阳气，让它在头顶上。对，然后可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也可以让你提神醒脑。那通常我在把双手好，就是手指头按在百会穴的时候，可能会让它施点压力，然后想象有一道光从这个最头顶的地方下去，然后感觉上就会比较暖暖的。如果按了会酸是合理的吗？按的会酸应该是合理的啊，因为你是平常比较少去按在那个部分。对，
那当然也不要按得太大力到它会整个会痛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穴道就是内关穴，内关穴是在你的手掌，好，就是手腕，就是内部，然后往下，好，中间的部分一个横纹的中点，好，我们可以在那边有把你的手，另外一只手把它打横，然后大概是3指宽的地方，对，那边也是一个穴道，然后这个穴道平常也是我们比较少会去按的，可是如果你去按下去的话，它其实也可以改善头晕，还有胸闷、心悸的部分，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穴道就是我们平常其实是很轻易就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其实是可以试试看。对，那第3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印堂穴，大家应该都知道印堂是在哪里嘛？对，就是在你的2个眉，好，眉的中间的部分，那个叫印堂穴。那印堂穴也就是常常我们会压下去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酸酸的，对，那可是它就是会帮我们通一下它的血络，像比如说有时候头痛或是头晕，像我本身会有那个鼻塞的毛病，对，尤其有时候像现在天气不是常常都在变化嘛，那一旦季节变化的时候就会开始鼻塞，然后也有过敏性鼻炎，对，所以对我来讲有时候这样压一压那个部分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鼻子感觉比较能够顺畅，空气流通，这样子，对，那通常我们在失眠的部分也可以按压那个部分，对，然后让越按越清醒。对，其实是会有一种清醒的感觉。对，因为有时候你感受到比如说头胀胀闷闷的，那你稍微按一下，你就会觉得你的精神会比较好一点。对，那也可以在按之前呢，你的双手先涂了一些精油，然后先让你的鼻子先闻一下那样子的香味，然后再来按。对，你下次也可以试试看。好，那金桃姨你会做一些别的吗？因为像如果鬼月的话，如果鬼月的话，我自己会很习惯去中药行配一点就是除秽的药方，然后摆在身上这样。那我自己的配方是就是就艾草、艾叶就跟中药行就是说要5克，对，它其实就是除秽啊，艾草5克，然后像什么丁香、藿香啊、石菖蒲这些东西都是除秽的，对，然后我还会再放一点薄荷、紫苏啊、白芷、佛手、金银花，然后柠檬草是让味道比较舒服，这样。柠檬的味道吗？对，就柠檬香茅，那其实也是有点除蚊这样。那柠檬草的保存是比较，就柠檬草其实要冰，就如果它一直放的话，它很容易就变色这样。所以你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它变色的话，其实你就差不多可以丢掉。对啊，我通常这些就是我大概会用，就1个礼拜会换一次。你是把所有的这一些中药装在一个袋子里吗？我会用那个就是研磨机，先把它全部就是打成粉，然后我就用那种然后茶叶袋啊，就包一点，然后放在包包里，然后就在1个礼拜，我觉得快没有味道，就快要没有味道的时候，我就会拿来放在热水里，然后泡脚。我以为顺便喝掉，不用喝，没办法这样，因为不太对，好像喝也没有不行，但我没喝过，然后要喝可能要更确定它药草的对保存期限所以我是不要浪费，我就拿来泡脚。那你就促进血液循环，包包里面就只是放着？对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那个有趋吉避凶的
的效果这样。那有一部分也是除蚊啊，就不会有蚊子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些小昆虫跑来这样。对。所以听起来还蛮简单的。很简单，其实去中药行配一包，我记得这样一份好像才几十块而已。然后就是都是你在迪化街那种其实都是很新鲜很好的药材。对啊，那迪化街那边好像也有帮你打成粉，只是你可能要一个量，不然的话好像会被加几百块的工钱。所以我是比原本材料贵。对，所以我是自己带回家自己再打这样。那个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在身上就对了。其实都可以，对啊。那像因为有时候我会碰到那种路边就是死掉的小动物，我会处理嘛。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怪怪或不舒服的话，我是回家会用白米加盐巴就1比1，然后水的话就是一碗冷水1碗煮开的水，然后全部加在一起混一混之后，把身体喷一喷，就是稍微尤其是我的肩膀啊后颈这些点，就是其实是那种如果以最传统我妈讲就是叫阴阳水这样，就是其实是最简单除秽的。对，就盐巴又是其实中西方都会讲，不懂为什么，就盐巴是很好的净化的东西。对，所以就是我如果真的手边没有这些中药包，我就会先赶快帮家人，就是自己喷一喷，然后抹一抹，然后就去洗澡这样。你刚刚讲到阴阳水，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认识的老师，他有教我，他就说你们可以自己制作阴阳水，然后他说那个阴阳水喝了以后会养颜美容，他的制作方法就是会不会有点咸？因为里面有盐巴不是，还不少。他说的跟你的不太一样。OK， 他是说我们就拿一般的那种钢杯，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把开水倒进去，然后你就放置一整个晚上，然后放到隔天它不就冷了吗？对，然后他说那个就是阴的水，然后他说早上你再加那个热水瓶的一些水，让它调和起来，那热水瓶的水就是热的，所以他认为那就是阳的，所以这样就变成阴阳水。他就说那个连续喝了一整个月，你的整个气色啊肤况都会变得很好。我想是因为我很想试试看，我想醒来都喝一杯这样的水，皮肤都会好吧？只要是水是不是？对，通常都是因为水喝太少了。对，因为我是想说那个也是阴阳水，我觉得那就是像你说的，一个是外敷的，一个是内敷的。对啊，就是只要让你觉得能安心安抚你的，我觉得都很好。好，那我还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平日的仪式感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那我会想要做的一个方式就是打坐。对，那很多人可能对打坐都会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想说打坐很无聊。对，就是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也不知道要想什么，那有时候打一打到最后还睡着这样子。对，那我认知的打坐其实是你精神还是一定要足够这样子，然后当下是让你的头脑跟身体可以稍微放松。对，所以我其实有想过要怎么样让你的那个打坐能够比较能够持续下去。对，因为以我以前的经验，就是一开始我可能做个3分钟，我就觉得全身好累哦，然后很不舒服。对，所以我后来就在想说我想要创造一个让这个打坐能够比较有趣的方式，然后能够鼓励自己可以持续的做下去这样。所以我就会想有一方面是可以用熏香啊点香。
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想要创造一个画面感，或者这种情境，对，所以你知道吗？我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我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呢，就是把它变成一种伪出国的时候。你去哪？我会去巴厘岛。真的还不错。对，因为我会想说，如果今天我是在一个国外的巴厘岛风格的那一种沙滩，就是整片白色的沙滩，在沙滩上打坐，然后呢旁边有海浪嘛，可是那个是很平缓的那种蓝色的白色的海浪这样子，然后头上又有阳光，然后我会觉得这样的情境是我喜欢的，对，所以我就会在打坐的时候，好，就是这个冥想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呼吸。对，因为打坐最重要的其实是你要去让你原本那么焦躁的情绪可以缓和下来。对，所以我会想要在打坐的时候要调整我的呼吸。那要怎么调整呢？我就是闭眼去观想好，我是盘坐在巴厘岛的白色海滩啊。那海浪来的时候，就是我正好在吸一口气的时候，那海浪走的时候，我就是在吐气的时候，所以我只要观想海浪一来，我就是吸一口长长的气，然后海浪走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吐出我的气。对，后来我发现这种方法感觉上还蛮不错的，因为一方面你的气息能够慢慢的调整的比较平缓，然后也觉得比较有趣。对，确实听起来还蛮舒服。对啊，如果说你喜欢的一个画面或是情境有可能是日本的话，其实也可以。日本？对，比方你喜欢我没有办法想象日式庭园吗？OK。对啊，日式庭园里面不是都会有那种花园嘛，然后有小桥啊，旁边可能会有一个日式的竹锹。竹锹是什么？竹锹就是它就像一盆水，然后上面它会流经一个那个是不是流到一个它就会掉下来？对，然后就会咔咔咔的声音来数呼吸。对，我也是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数呼吸的方法。对，所以我也有试过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你有没有对于打坐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象我在哪，我通常是注意我的念头。对，就是我的念头，我就是让它一直过，像我在看我自己的电影这样。看电影？对，看我自己今天的电影，或是他在脑中的电影，我就看过，然后去理解，或者是去梳理为什么有这个情绪，为什么有这个冲突，为什么有这个恐惧这样。然后我不会去抓住那个念头。当然数呼吸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还是会把我的情绪我的专注力还是回到我的呼吸上。但有画面的话，我的脑中有画面的话，我不会排斥，或是觉得说我要赶快把它赶走，倒是不会。我就是看着它离开这样。对，所以你曾经也说过，那个打坐是你唯一真的能够平静下来的时候，对不对？对啊，因为打坐的时候，我可以就等于是我完全不用在乎外境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在这1小时里面都先不关我的事，我只要处理我内境的变化改变就够。那对我来讲轻松很多。那如果你心中有闪现什么样的画面或什么，你会怎么处理？
展现什么画面？比如说你说你会像是你一天的记录，它可能会有出现一个像电影的情节画面这样，那你都会只是看着，还是说你会有一些想法？我不太会有什么想法，我顶多会是想去比方说我跟同事或是我跟谁相处，在看电影，像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去理解对方的角度，对方的感受，对方可能曾经经历过什么，所以今天用这种方式回我话，或是他做事的方式，我就有那个时间去理解这件事情冲突的来源，或者是会不会其实是我多想，或是我自己脑补出来的剧情。就对，所以就像比方说今天开车有人超我车好，我当下会觉得怎么有人这样，你干嘛这样开车这样？对。但是如果今天在打坐的时候看到这个回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可能会更清楚看到那个人可能急着要去看爸爸妈妈在医院等等，就我似乎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故事，我可以理解这个故事，我的那个情绪可以就不存在。看得到一些没有东西吗？应该是说我就会有在这个1小时内，我就有时间去理解别人。我不，因为一般我们每天生活步调很快，我大部分还是注重你吓到我了，你让我生气了，你让我不安了，你让我疑惑了。可是在这1小时里，我就有办法去把我自己这部分先摆后面一点，把眼光或是角度放在别人那一边，然后去理解说这件事发生原因不是只有我看到的那样，不是只有我的这一个视角，还有他的那一个视角。那很多时候我当下的那个情绪在经过我这个冥想打坐的过程中，它就会消失了，因为我看到别人的角度，然后理解别人的想法。当然不是说他一定是爸爸妈妈的看医生，那也有可能是我感觉到他就有是真是假我不确定，但是我可以看到是另一个角度的画面，另一个角度的思考，那我就能够理解这故事这个情节它为什么发生，那我的情绪就不再只是针对我自己的舒不舒服，我同时可以理解别人，对。所以你觉得打坐其实也是一方面能够让你看到更多面向的情况，事实上是对，然后也是心灵疗愈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嘛。对啊，我不再需要把这些脑补的剧情或者是情绪抓着不放，就我可以看到不同角度，那我的生气就不需要存在，那不需要存在我就不需要把它带到今天晚上，带到明天。对，因为其实大家会对于7月5号是末日的这种说法感到恐惧，也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未知，对，未知，然后也不晓得它是否会真的发生，然后也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情况嘛，所以大家才会产生恐惧的状况。但我觉得事实上世界从来没有末日过，我们才有办法活到现在，就人类的世界末日对，一直都没有。我们对未知，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不是对未知恐惧，我们是对已知恐惧，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电影，看了过去可能战争的历史，然后看到过去的饥荒，看到过去的灾难，我们学习来灾难的结果会是那样，或是灾难过程会是这样，所以我们把它想象对于未知的时候，我们会套入我们已知的恐惧，对，不然未来就是它到底要怎么结束，你根本想象不到，搞不好末日就1秒就结束，对，你的恐惧就是多余的，对，就不需要存在。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们对于未知是真的是对于未知的恐惧吗？还是其实我们是对于我们其实在恐惧我们已知的事情？对，因为有时候的恐惧其实是没有来由的啊。对啊，你就是还没有看到它发生之前，你已经先升起说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对这个状况感到不安，不是吗？你看哦，就像我们小时候妈妈会跟你说不要玩火，你还是会想去试，因为你不知道所谓火的危险。对，那你未来你知道要小心火，是因为你学习而来，有被烫到，有疼痛，有恐惧了。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所谓未知其实就像小朋友一样，如果你没有从中学习过，你其实很难感到害怕。所以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我们听到的，我们看过的，对，我们听说或是别人经历过的，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去套在我们不知道的未来。对啊，有一方面就像我们可能没看到鬼，对，有些人是真的是看不到鬼的，可是听到别人的经历，被鬼压床或是被鬼上身，然后就会觉得这些无形是很可怕的，然后会来伤害别人的。我相信他们没有那么血。对，殊不知人可能还比无形可怕，房价更可怕。对啊，然后最近不是常被诈骗吗？对啊，对啊，这种诈骗，因为有人诈骗，全家都死了，这是人比鬼可怕的例子吧？对啊，如果真的要害人的话，应该是人比较可怕，人心可畏。对，所以我觉得恐惧，有时候好像没有真实发生，而你就开始去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这些才是我觉得要怎么去除比较难的地方。对，确实。对，因为以前我也可能因为很多事情恐惧，我就不敢行动。对，然后甚至不敢为了自己想要争取的东西发声，这都有可能。对，因为你以为它实在是恐惧，这个背后的东西实在太强大了。然后你宁愿委屈自己都不敢做任何改变。对。可是我们担心的事情通常70-80%都不会发生。对，没错。那我今天晚上想要试试看金桃姨你说的那一种中药的除秽宝。好啊，来净化一下我们自己。好，所以让我们每天晚上花个30分钟来自我疗愈吧。期待你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跟成果，尤其是德国的法兰克福的听众，还有一个是美国的 Virginia 的听众，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也很希望你能够跟我们留个言哦。好，如果真的是没有时间的话，那就听听我们的节目，让 Zephyr 跟金桃姨的笑声放松你的心情。好，那若是你喜欢 Zephyr 跟金桃姨的斗嘴，欢迎给我们好评、留言、追踪跟分享。谢谢，谢谢，拜拜，拜拜。